比特币要开启新多头突破前高吗？为什么说川普一定会胜选？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认为目前走成这种状况，我们要来仔细的分辨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自从74000一直到最低53000左右的这波回调，它是针对哪一段的调整，然后我们才能去判断接下来的趋势要怎么走。如果说这一段的下跌呢，它是针对我们自从25000以来的25000上涨以来的回调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至少还会有一段。那如果是针对我们自从15000上涨以来的回调的话，那我们这波的回调呢，它就会显得太弱，它会需要更长的回调的时间，然后我们才能去开启我们下一波的多头。那我们可以来仔细分辨一下啊，如果说我们这一段的下跌，它只是针对我们自从25000上涨以来的回调的话，那么就会形成是上涨回调上涨回调，也就是我们从30000到25000的回调是针对我们从15000到30000上涨的回调。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用波浪的话，我认为目前可以分成2种状况。那其中一种就是，如果我们从15000到30000是第一浪，然后回调是2浪，然后我们再到74000是3浪，那我们再回调是4浪。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再走5浪，并且一定会突破前高，一定会突破前高。如果是这样走的话，就一定会突破前高。那当然了，我们等一下仔细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波上涨，它有没有可能形成是一波突破前高的上涨，还是它只是由于消息面的拉盘，它很快还会再回到6万之下呢？我认为目前如果说我们要走出一波新的多头的话，我认为就是这种走势。那当然它一定会突破前高，但是它会到多少，这个就比较难说，或许8万9万这种地方。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波回调呢，这波回调它是需要更长的时间的，因为它是针对我们自从15000上涨以来的回调。那如果说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现在就回到6万的上方就不太合理，它就会很快就回到6万的下方回去。那当然这2种状况的斐波那契的拉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走前面5浪的这种走法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这样画，现在就是回调到382，非常完美的382点位。那如果说我们是走整段的回调的话，我们就是从最下面开始画，从最下面一拉的话，它是不到382的，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在有更长的震荡时间才会开启新的多头的话，那么我们至少会到51000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我们由于拉盘的是在假日，所以我们留下了很大的 CME 缺口。这个 CME 缺口在我们过往看来呢，都是很大的一个，因为我们从日线上就可以直接看得到。其实有很多缺口都是从日线上看不到，但是4小时线上有的。那这种小的缺口它很多时候这个回补的几率是极大的，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定会回补。那如果说我们到日线我们都看得到这个缺口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缺口有多大好了。它的收盘的位置是在58800。那它开盘的位置是在61000不到，也就是大概是$2000的距离，在现在来看大概就是3%多左右的这样的涨幅。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过往呢，当然呢，这种 CME 缺口它的回补的几率是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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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或者说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回补的几率也就是比如说在1天内、3天内、1个礼拜之内回补的几率很高。那其实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在接下来的1天、3天、1个礼拜内有没有回补？如果没有回补的话，那么我们走突破前高的这种走法，刚刚那种突破前高的走法的几率就会很大。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很快的就回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会继续走震荡调整，然后一直要等到至少要2-3个月后，我们才有机会再重新开启一波新的多头。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我们其实从统计上我们都可以知道回补的几率是极高的。可是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在2万这个位置，它是有留下一个缺口的。那当然这个2万这个缺口它就没有再回补了。那我相信之后也不会回补，但前提是它直接走出一波很长的趋势，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把这2者来叠加一下。如果说我们这里不补的话，那它至少要是一个突破前高的这种趋势才有机会。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我们来小点级别的，我们现在回到日线。当然了，我们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已经回到了日线的阻力的上方了，回到6万。我们跌破6万之后，很快又回到6万。那当然这个是很不正常的，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
我们来看一下，那当然消息面是有推波助澜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认为，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要走一波真的是多头的起点的话，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多头啊，我们是从53000这个位置开始往上走，那我们是一定会看到我们的量能是不断的增加的，一定会看到，而且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K 线它走得非常连续，然后空头并没有什么供应啊，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多头的起点是非常的雷同的，像比如说像之前这种地方我们所出现的状况，量能啊跟K 线出现的状况，还有像我们当时在这里所出现的这种状况，我们要看到类似这样子的量价关系，那我就会确信我们是可以突破前高，并且这里就是一个我们上涨的起点。但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接下来我相信还是回补缺口，并且重回到6万下方震荡的可能性还是会更大的。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波的上涨呢看成是我们自从72000以来下跌的反弹的话，那现在大概是回调到 0.5 左右，大概是到 0.5 63000不到63000左右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超跌之后反弹是很正常的，不过我们接下来要仔细观察一下缺口有没有回补，然后多头的量有没有起来，多头的上涨它连不连续，有没有空头的供应，这个才是判断我们接下来是走突破前高，走一波新的多头，还是走我们重回6万的下方补缺口，并且继续震荡，震荡之后，然后我们才再找一个新的多头的起点，再重新上涨。这两种状况我们才能做区隔。那当然了，其实它重回6万这个状况确实是比较超乎预期一点，但是它也可以去视为是针对斐波那契的反弹对，针对斐波那契，你可以看到它是 0.5 的反弹当然了，最夸张可以到618。当然了，如果说到618甚至更往上的话，那我认为再结合我们下方的这种量能等等的，那我认为就是会开启一波新的多头，并且会突破前高。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个仓位你可以拿去开任何一个币种，如果有盈利的话，你可以提币；如果输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活动。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现在的民调状况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川普当选的几率大概是42%，那拜登是40%左右。其实一直以来，川普都是领先于拜登的。那当然，在前一阵子，拜登他是有稍微追上川普。不过，我认为枪击事件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主流媒体的这种说法，其实这无疑是对川普的一种加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是在4月，离现在没有很久在2024年的4月所做的民调。那当然了，美国的选举跟台湾的这种选举是差距很大的，因为毕竟美国很大，而且美国它走的是间接选举，选举人票制度，也就是它是一周一周拿一周一周拿。如果在这周你的选票是比较多的话，那你整周的选举人票你都可以拿下来，这跟台湾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了。那其实这种做法它间接选举，它虽然没有办法做到票票等值，但是它可以做到过滤的这种作用就是其实决定的还是那参众议那500多个人的选举人票。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美国的选举当中呢，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美国的每一个州，而是摇摆州那摇摆州就是这个州它可能是拜登，也可能是川普的。那其实美国大部分的州呢，它都会固定投给某一个党的候选人都会固定投给某一个党那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去抓一下，比如说像靠沿海的这些州呢比如说像加州然后像美国东部、美国西部这些州，他们大多数都是一直以来都会投给民主党的候选人。那像美国中部的这些州，那他们都会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那其实有很多州呢，它基本上每一次的投票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就是这个州它的政治的倾向嘛。比如说像德州德州一直以来就都是共和党的天下他每一次都是把选举人票全部都投给共和党。那比如说像加州 California， 它就是全部都投给民主党，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基本上非常少有例外的。
其实就有点像台湾的状况啦。你可以想想看呢，比如说台南一定是民进党的，然后金门一定是国民党的，基本上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争夺的呢，就会是少数的几个不确定的州，它可能最后是拜登拿，也可能是川普拿。像比如说内华达啦、亚利桑那啦、威斯康星啊等等这些州，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们从4月的民调来看呢，川普在这些摇摆州全部都是领先的。你看，在密西根州领先，在 Pennsylvania 领先哦。这次川普被枪击就是在 Pennsylvania， 然后在威斯康星哦，这个也是川普有非常大的赢面。其实我们看非常多主流的媒体，至少这半年以来的民调，其实结果都是非常的雷同的。所以川普这次赢得胜选的几率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比如说像乔治亚州，然后北卡罗来州这些州，其实都是传统的摇摆州。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拜登他可以赢过川普，就是因为他都拿下了这些摇摆州啊。基本上在摇摆州，拜登他是有碾压式的这种优势的啊。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优势呢，全部都在川普这边呢啊，因为这个图表比较好，就是在他有整理2020跟2024这些摇摆州的状况啊，内华达啦、亚利桑那啦等等的，全部都是川普领先的。所以这一次川普他当选几率真的非常大，然后再加上一颗子弹，对不对？辩论会其实就已经又更确立川普会当选的这种可能性了。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看到川普他被枪击过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啊？这个照片现在已经广为流传了，并且都被制作成 T-shirt。我看到这个照片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很像我之前看过的一张照片，就是美军在硫磺岛战役成功插上美国国旗的时候。那当时硫磺岛战役是美国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很重要的一场战役。那当时美国战胜了硫磺岛战役之后，其实日本的颓势啊，日本战败的这个结局啊，基本上也是没办法被逆转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个图啊，它可以引起这么多共鸣，并且其实川普他一直以来，至少在2024这一次，民调都是有优势的。然后又加上辩论啊，再加上这次的枪击，我认为他就是2024的美国总统。而且现在离选举11月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其实能做出反应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